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加藤俊德老师撰写的《让大脑一生不断提升的了不起的方法》。你们知道自己大脑力量的巅峰是在什么年纪吗？很多人可能认为在年轻时，也就是20多岁时，大脑处于巅峰状态，之后便会逐渐衰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作者断言说，我们常常误以为随着年龄增长，体力下降，大脑也会随之衰退。实际上，你的大脑比学生时期更加强大。现在成年后，正是学习和尝试新事物的最佳时机，因为就像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增强肌肉一样，通过刺激大脑成长，大脑的功能可以在任何年龄都得以提升。这是经过脑科学验证的事实。实际上，理解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在40多岁时达到巅峰，而行动力和判断力在50多岁时达到巅峰。即使到了85岁，健康的人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也不会衰退。这清楚地表明，大脑在生理上会持续发展。记忆力也是如此。记忆力的减退和记忆能力的下降，并非是因为大脑老化所致，而是长期从事相同工作导致大脑习惯性使用方式的偏差，从而可能导致记忆力减弱。与学生时代相比，大脑可能未能得到充分运用，只是简单的变得懒惰。这本书可以帮助优化你的大脑，重塑为更高效的工作大脑，超越学生时代的表现。全速运转的大脑会极大提升你的幸福感、满足感和生产力，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如果大脑处于停滞状态，我们会因为琐碎小事而烦恼，但一旦你的大脑达到最佳状态，这些小事就不再成为问题。如果你最近发现自己为琐事而烦恼，或感到心情不佳，可能只是因为大脑状态不佳。让我们在这本书中一起学习，将大脑提升至最佳状态，释放大脑的潜力，超越年轻时期的表现吧。那么，让我们立即开始吧。今日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关于脑的巅峰在40岁后出现，你现在的大脑还有潜力可以发掘，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第二部分，尽管你可能非常忙，也要排除所有借口，每天花1分钟去做那件事情。现在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首先是脑的巅峰在40岁后出现，你现在的大脑还有潜力可以发掘。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已经变成大人了，所以更想要学习，现在想要认真听大学课程，想要知道为什么当时自己没有更加认真的学习。我有这样的感觉。这些想法表明你的大脑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当你点击了这个视频标题时，你一定潜意识里怀有对自我提升的渴望。现在你的大脑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所以请放心，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你的大脑不断进步吧。接下来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在学生时代我们觉得学习是无聊的，但成年后却会对那些曾经觉得无聊的事物产生兴趣，并且后悔当初没有尝试过？为什么许多人在进入社会后重新学习英语或者英语绘画呢？其实这与大脑的工作方式有关。人的大脑实际上在年龄增长后更容易对事物感到有趣。换句话说，人类的大脑具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兴趣的特性。你现在更想学习的状态是理所当然的。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积累了各种经验和知识，因此越来越能对眼前的事物产生兴趣。作者表示，对正在学习的事物怀有兴趣的状态是最佳的，就像在学生时代一样。对喜欢的学科或感兴趣的学科学习起来并不困难，知识能够轻松渗入脑海。正是因为感到有趣，整个大脑得以活跃起来，理解逐渐加深，进入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有趣。对学生时代而言，兴趣是跨越的第一步，这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觉得学习很无聊，感觉被强迫学习，因此他们很难培养起兴趣。现在的大家已经不同了，他们已经轻松地跨过了那个第一步，因此现在开始学习再合适不过了。但在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人有大人的学习方法，
很多人会对此产生兴趣，比如开始学习英语，或者为了取得某项资格而学习。但他们只有在一开始时才会产生动力，之后就会灰心丧气。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如以前，学习进度缓慢，最终感到沮丧。然而实际上，并不是你的大脑在衰退，而是学习方法的问题。如果你因为年龄而做出借口，然后继续用学生时代的学习方式，那你就会错失良机。正如我之前所说，大人有适合自己的最佳学习方法，继续沿用学生时代的学习方法，却无法获得进步，是理所当然的。原因在于，自己在高中或之前的大脑状态与成年后的大脑状态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遗憾的是，如果成年后仍然沿用学生时代的学习方法，不仅会浪费时间，即使努力学习，成绩也不会提高，学习的动力可能会消失。因此，改变思维方式至关重要。当然，如果你还是20多岁，那么继续沿用以前的学习方法可能会有效。但如果你已经超过了30岁，那么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学习方法。现在20多岁和30岁的分水岭在哪里呢？那就是大脑结构上的成人状态，即在30岁。作者将这一点称为脑的成人礼，这并不是贬义，而是指出，相较于学生时代的大脑，成熟的成人大脑在记忆力、判断力和决断力等方面更为成熟。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学生时代的大脑到20多岁仍然处于未成熟和未发育状态。简单的说，直到20多岁，大脑都无法充分发挥其本来的力量。这与身体情况相似，观察职业运动员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许多运动员在高中时期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时，与后来成为职业选手时身体发育完善后的表现相比，表现更为出色。因此，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只有在完全发育成熟之后，综合性能才会得到极大提升。对于身体来说，这种状态大约在20多岁中期出现，而对于大脑来说，则要等到超过30岁后。这是由大脑专家所言，具有可信度。年轻时，我们被迫在学校里学习，拥有持续长时间学习而不感到疲劳的体力，因此错误地以为年轻时大脑更为活跃。实际上，现在已经超过了30岁、40岁、50岁的你，大脑的性能更为优越。大脑是一个永远持续成长的器官，所以无论年龄多大，成长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随着大脑在迎接成人的30岁时逐渐发育成熟，其功能也会不断增长。因此，直到超过40岁、50岁、60岁，你才能充分发挥大脑的本来力量。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作者将大脑的巅峰期定位在30岁到50岁之间，特别是45岁到55岁被称为大脑的黄金时期。在这个年龄段，大脑处于学习的最佳状态。然而，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在55岁后，大脑功能开始下降。但我们可以放心，只要保持大脑的活跃状态，即使是在60岁以后，大脑仍然会持续发展壮大。除非患有认知症，否则我们的智力将持续提升。有些了解大脑的人可能对这种说法感到怀疑，因为他们知道，从大约20岁开始，大脑细胞数量逐渐减少。确实，从20岁左右开始，大脑细胞数量的减少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脑停止成长。你知道吗？人一生中大脑细胞数量最多的时期是婴儿期，大脑更多的在学会说话后才开始发育壮大。这不仅是因为大脑细胞本身在增长，更重要的是因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网络开始建立。即使大脑细胞数量再多，如果细胞之间的连接网络脆弱，大脑也无法正常工作。换句话说，提升大脑功能并不在于大脑细胞数量，而在于大脑网络的发育程度。这个网络发育程度甚至在超过20岁进入30岁、40岁时仍在不断提升，这是令人欣慰的事实。因此，即使大脑细胞数量减少，但随着年龄增长，大脑网络自身也在不断发育，从而使大脑的能力更强。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积累了各种经验，这些经验刺激了大脑，促使细胞之间建立更多连接，从而扩展了大脑网络。这正是大脑持续成长的机制。无论年龄多大，大脑都会因为网络的扩展而持续成长。因此，大脑的巅峰期不是在20岁，而是在超过30岁、进入40岁、50岁时才会到来。你现在拥有一个广泛网络的优秀大脑，并且拥有学习的渴望和动力，这确实是最佳状态。对于大脑来说，学习的渴望就像美味佳肴一样，不可或缺。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学会让你的大脑愉快地工作的学习方法，你将能够比在学生时代更有效率地学习，并将所学应用于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即使你已经是70岁或80岁，也无需担心。我们知道，即使在这个年龄，大脑仍然能够持续发展。实际上，有一个80岁的男性来找作者，他的大脑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作者的诊断结果，这位80岁男性的大脑运动控制区显示出了衰退的迹象，但在接受了诊断后，他立即开始学习打鼓，并在家里坚持练习。1年后，MRI 大脑图像清楚地显示他的大脑运动控制区域有明显的增长。这表明，只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即使在80岁开始学习，大脑仍然可以继续发展，并且其增长速度不亚于年轻人。无论您现在多少岁，我都鼓励你以大脑仍然具有发展潜力的意识来开始学习。很多人可能认为，尽管大脑可以继续成长，但记忆力可能会逐渐下降，甚至可能会出现认知症等问题，因此对记忆力持怀疑态度。可能有很多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会逐渐衰退，因此他们认为学生时代是记忆力的巅峰期。这种观念其实只是因为没有正确运用成人大脑的方法，所以误以为记忆力下降。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作者指出，记忆力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由于记忆方式和方法在学生时代和成人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许多人会误以为记忆力下降。这是因为现在成人的大脑功能与学生时代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劣势，那就是死记硬背。如果您仔细思考一下，你会发现死记硬背在小学阶段或小学前是擅长的方法，但之后逐渐会变得不善于此。或许在高中或大学时期，您仍然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死记硬背，但相比以前，您应该已经感到不太擅长了。而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成熟的您来说，死记硬背已经不再适用了。更确切地说，对于现在成熟的您的大脑来说，死记硬背方法已经不再合适，而其他的记忆方法可以让您像水被海绵吸收一样轻松地记住知识。学生时代那种单纯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并不适合成人，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学生时代。让我们牢记这一点。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记忆力与压力之间的关系。与学生时代相比，现在成年人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负责记忆的海马区域对压力非常敏感，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记忆力会下降。因此，许多成年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比学生时代差。记住，减轻压力对大脑功能，包括海马在内的部分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让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适合成年人的记忆方法。关键是意义记忆。为了理解这个词，让我们从相反意义的无意义记忆开始解释。在童年时期，可能非常擅长记忆，这在神经科学上可以解释为能够直接从听到的信息中记忆，这就是所谓的无意识记忆。多亏了这种能力，孩子们可以记住他们不知道含义的词汇。比如在小时候，通过听故事书第一次听到孝顺这个词，他们就能够通过音韵直接记住这个词。他们并不是理解了孝顺这个词的意思然后记住的，而是直接记住了孝顺这个音的样子。另一方面，成年人的大脑对这种记忆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死记硬背，非常不擅长。随着成年，思考和理解系统得到了发展，所以在记忆之前，
会产生疑问并理解含义，意义记忆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要记住推测这个词，就需要先理解它的意思。比如，我也会在工作中考虑领导的意见，才能理解如何使用它。成年人的大脑内置了这种机制，意味着在想要记住某些东西时，更需要思考理解，而不仅仅是努力记忆。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繁琐，但一旦习惯了这种大脑的运作方式，就能够长期整理和记忆比死记硬背更为复杂的内容。事实上，成年人的大脑本身就不适合死记硬背，因此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以利用意义记忆的方式至关重要。成年人有着与年轻时期不同的大脑运作方式，如果掌握了这种方式，就能够提高记忆力，甚至比学生时代还要好。许多人会感觉最近记忆力下降了，尽管在学生时代记忆力很强，这是因为他们无视了大脑的机制，一味地试图死记硬背，试图用这种违反大脑机制的方式来记忆，注定不会成功。因此，感觉记忆力下降是理所当然的。首先，以意义记忆为中心进行记忆是基本原则。此外，许多人在学习时会在重要页面贴便签，或用荧光笔画重要的单词或句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成年人而言，这种方法并不十分有效。在学生时代，仅仅用荧光笔画线就能接近于死记硬背，这可能对记忆有所帮助。然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贴便签或画线只会带来任务完成的满足感。坦率地说，只有极少数记忆力出众的人才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记忆，大多数人几乎无法借助这种方法记住任何内容。尝试记住和有意识地记住的能力仅限于学生的大脑，但成年后，仅仅画线远远不够，这种方法已经无法实现记忆。成年人在学习时应该尽量思考理解，然后将其刻印于记忆中。尽管刚开始成年后脑细胞会减少，但随着大脑网络的扩展，大脑的功能会不断提升。这意味着，对于记忆而言，我们需要通过扩展大脑网络的方式，即动用各个部位，包括负责思考、理解和记忆的部位，来记忆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更有效地记忆，而且大脑的功能也会得到提升。让我们以刺激大脑各个不同区域的方式来学习。现在再来谈一下记忆。我们必须提到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这两种类型。短期记忆通常是指暂时性的记忆，很快就会被遗忘；而长期记忆则是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存的记忆。如果要参加资格考试或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某些知识，就必须将其存入长期记忆中，否则将会遗忘，无法应用。因此，有效地将信息保存到长期记忆中至关重要。大脑通常只会对生存至关重要或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信息进行长期记忆。换句话说，你想学习的英语语法、法律条文、数学公式等，基本上不是大脑本能的会保存的长期记忆。因此，你需要想办法让海马区认为这些信息对你非常重要，从而将其送入长期记忆。在这方面，情感的喜怒哀乐是至关重要的。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在过去的3个月里，你们是否记得有什么特别的午餐？也许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与伴侣或家人一起去的意大利餐厅，或者是工作结束后奢侈的寿司。如果有特别的事件，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你都会记得。通常情况下，数月后仍然能记得的事情属于长期记忆，因为大脑只会保存那些对生存或生命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那么，为什么你能记得一顿普通的午餐呢？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情感，像在电视上看到的度假时以及工作的奖励等具有故事性的事件，伴随着愉快、高兴、悲伤等各种情感。这种记忆与日常生活有所不同，被称为故事记忆。海马体是记忆的调节中心，它旁边有一个与情感相关的杏仁核部分。当强烈情感事件发生时，杏仁核会刺激海马体，海马体将其视为重要信息。换句话说，故事记忆会直接存入长期记忆。
这是大脑的一种机制，在学习过程中激发情感非常关键。长期记忆的关键在于激发情感，只要让学习与情感联系起来，记忆力就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兴奋和积极情绪的时候，海马区域会受到影响，因为当人体经历积极情绪时，海马体会产生所谓的菲塔波，这是一种频率在4赫兹到8赫兹以下的脑电波。当菲塔波出现时，海马体会变得活跃，认为接收到的信息非常重要，并打开通往长期记忆的路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记住喜欢的科目，而难以记住讨厌的科目。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的学习是自主的，长期记忆的路径始终处于开放状态。与童年时期被迫学习的情况相比，现在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习内容，所以大脑更容易进入最佳状态。只需放弃学生时代不良的死记硬背方法，开始采用适合现阶段大脑的意义记忆方法，就能轻松让信息清晰地扎根于大脑。有时我们可能被公司要求获得某些资格，或者被迫去取得自己不喜欢的证书。也许有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进行不情愿的学习。然而，如果我们对学习不感兴趣，会产生压力激素，导致海马体萎缩，从而降低记忆力，进而失去动力。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对所学内容感兴趣，因为那样的学习是最好的。但实现这一点可能并不容易。视觉学习等方法也是一个选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欺骗大脑，让它产生错误的感觉，认为学习是有趣的。具体来说，关键在于以兴奋和积极的态度去学习，而不是去喜欢学习本身。换句话说，即使你不喜欢学习，但如果在一个你热爱的环境中学习，你会感到兴奋，这时长期记忆的通路就会打开。许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曾经不喜欢的科目，但是当和喜欢的老师一起学习时，却变得有趣起来。所以，与喜欢的老师一起学习，即使是对自己不擅长的科目，也会因心情愉悦而轻松进入长期记忆。让我们善用这种兴奋感，比如，你可以在享受着自己喜爱的拿铁咖啡的同时，愉快地投入学习，或者选择你喜欢类型的老师的在线课程来增添学习的乐趣。这些都是一些如秘籍般的方法，可以提升兴奋感。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已经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你可以选择改变学习的环境，或者在 YouTube 上找到你喜欢的讲师来进行学习。通过判断自己是否感到兴奋，就能够决定学习方法，从而使大脑自然而然地优化学习，并打开长期记忆。此外，研究表明，在兴奋状态下，学习速度可以提高2倍到4倍。仅仅通过保持兴奋状态学习，就能够比正常学习所需的时间少1半，并且记忆本身也更容易转化为长期记忆。因此，在面对不擅长的内容时，尤其要意识到将喜欢的因素融入其中。如果能够掌握兴奋感，你的学习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接下来，即使在繁忙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消除一切借口，每天至少花1分钟去做某件事情。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深入解释如何优化您的大脑，激发其潜力，并提高学习效率。我会挑选出本书中我个人认为特别有效的2种方法进行解释。首先，我想介绍一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大脑能力的习惯，就是每天用不同的手刷牙1分钟。为了有效刺激大脑，使其更加活跃，我们需要给予大脑一些平时不常见的刺激。因为大脑是一个器官，如果总是受到相同的刺激，就会逐渐习惯，并不再将其视为刺激。因此，给予大脑一些新奇的刺激至关重要。推荐的方法之一是使用与惯用手相反的手来刷牙。对于右撇子来说，用左手刷牙会激活右脑，而对于左撇子来说，则会激活左脑。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使用惯用手，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总是使用惯用手，大脑的未使用部分就会逐渐失去功能，导致脑部老化。
而使用非惯用手可以防止大脑失去功能，并且可以促进左右脑的交流，同时锻炼左右脑。总之，通过使用不同的手进行活动，可以进一步激活大脑，这对左右脑同样适用。我们应该积极利用非惯用手来刺激大脑，使其更加活跃，即使每天只需要1分钟，也请养成用与惯用手相反的手刷牙的习惯。刚开始可能会感到不适，但这种不适正是对大脑的刺激。当你感到更加轻松自在时，尝试用与惯用手相反的手拿筷子，用反手写字，逐渐升级，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刺激大脑。我希望你能尝试一试，意识到平时使用与惯用手相反的手，比如拿物品时使用与惯用手相反的手，开门时使用与惯用手相反的手，按电梯按钮也同样等等。通过将使用反手的习惯融入日常生活中，你的大脑将逐渐变得更加活跃。接下来，我将解释第二个让大脑发挥最大潜力的习惯，在工作结束后故意进行学习的习惯。基本上，在工作中你所使用的大脑部位是固定的，因为在工作中你长时间使用相同的脑部区域，所以一旦工作结束，你可能会感到大脑疲劳。然而，脑部并非完全疲惫不堪，只是某些区域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而感到疲劳。因此，在工作结束后，我们应该进行一些让平时不怎么使用的脑部区域参与的学习。虽然很多人在工作结束后更想让大脑放松，但从大脑休息和恢复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够的。相反，通过刺激平时不怎么使用的脑部区域，我们可以使大脑得到刷新，并摆脱疲劳的感觉。认为因为疲劳就不能学习是不合理的。相反，正是因为疲劳才应该学习，以解除大脑的疲劳。如果仍然以与工作相同的方式进行学习，那么只会增加疲劳。所以，请务必改变你的方法。例如，如果你在工作中的时间不长，那么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在家里打开教材学习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在工作中很少与他人交流，那么在工作结束后参加在线英语课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运动也是激活大脑的好方法。所以，对于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来说，在工作结束后进行一些运动，让另一部分大脑参与活动也是个好主意。总之，激活大脑有许多方法，比如使用不同于工作中所用的笔记本，让大脑的各个部分都能得到刷新。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个激发大脑潜力的习惯是，在开始学习之前花5分钟翻阅参考书的概要。这个习惯虽然简单，但效果却十分显著。通过在学习之前浏览参考书的概要，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对所学领域的了解，并激发更多的学习兴趣。在开始学习之前，稍微了解整体情况，可以让大脑更加平静，更好地投入学习。毕竟没有比不知道何时结束的学习更加痛苦的事情了。此外，由于大脑更喜欢已知信息，因此事先浏览概要可以增加对该领域的亲近感，从而在学习过程中更容易感到愉快。总之，浏览参考书的概要有很多好处，而且花费的时间也不长，因此我强烈建议您尝试一下。这些习惯都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利用大脑的能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